不同人生阶段该配置多少黄金最合理？黄金到底有多稀有？都说黄金稀有，但它的稀缺程度真的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截至2026年初，人类历史上所有挖出来的黄金加起来才21.6万吨，这个数字听起来挺大，但你把它全部熔铸成一个实心立方体，边长才22米，差不多就是普通小区一栋4层单元楼的大小。这21.6万吨黄金里，有整整70%是1950年二战之后才挖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类用了70多年的时间，挖出了过去几千年总和的2倍多。近代第一波淘金热始于1848年的美国加州，一个锯木厂老板在河边无意间发现了金沙，虽然他拼了命想保密，但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短短几年，超过30万人从全世界涌到加州。这批1849年集中到来的淘金者，后来被叫做49人 49ers。几乎就在同时，澳大利亚也发现了大金矿，这2大金矿直接让全球黄金年产量从20吨暴涨10倍，冲到了每年200吨。但这还只是开胃菜，人类历史上1/3的黄金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南非。如果说中东是坐在油田上，那南非就是坐在金矿上。除了黄金，它的钻石、铂金产量也常年霸榜全球前2，这也是它能成为非洲最发达国家的底气。不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非的黄金产量就一路下滑，现在全球黄金生产已经变得非常分散了。根据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2025年全球矿产金产量达到3672吨，创了历史新高。排名前5的产金国是中国381.3吨，连续18年全球第一；俄罗斯330吨，澳大利亚284吨，加拿大202.1吨，美国158吨。聊这些开采历史，其实是在讲黄金最核心的供给逻辑。别看200年间总产量翻了几百倍，但如果把时间拉近到最近10到20年，你会发现全球黄金的供给其实异常稳定。它跟石油完全不一样，石油有欧佩克，今天说减产，明天说增产，后天又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是大国博弈。但黄金没有这样的组织，基本就是纯市场化，只要开采能赚钱，矿企就挖，这块矿挖完了就换下一块，而且黄金几乎不会被消耗掉。你戴的金镯子，家里的金条，央行金库里的金砖，不管过多少年，熔一熔就能重新用。所以黄金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巨量存量加缓慢增量的市场，供给端几乎不会出现突然的暴涨暴跌。谁在疯狂买黄金？4大买家全揭秘。黄金能成为金属之王，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化学性质稳定，放几千年都不会生锈，延展性好，一个黄金能拉成几公里长的金丝，而且还好看，自带贵气。这些特点加起来，让黄金同时具备了商品、金融和货币3种属性。不过最近几年，黄金的需求结构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化。过去一直是珠宝需求占大头，但2025年，投资需求第一次超过了珠宝，成了黄金的第1大需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1月发布的2025年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2025年全球黄金总需求首次突破5000吨，达到5002吨，具体构成是：投资需求2175吨，占比43.5%；珠宝需求1542吨，占比30.8%；央行购金863吨，占比17.25%；工业及其他422吨，占比8.45%。珠宝需求虽然不再是第一，但依然坚挺。尽管投资需求反超了，但珠宝依然是黄金非常重要的需求来源。黄金首饰已经流行了几千年，毕竟没人会把美元卷成项链戴在脖子上，是吧？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央行还因为这个头疼过。当时全球货币都跟美元挂钩，美元跟黄金挂钩，相当于全世界的物价都绑在黄金上。结果某一年，全球消费者突然多买了几万个金镯子，全球货币供应量就被动收缩了，央行一点办法都没有。从地域来看，中国和印度依然是全球最大的2个黄金珠宝消费国，加起来占了全球60%的份额。印度婚礼上，新娘从头到脚戴满黄金是传统，
夸张点的真的跟穿了一身黄金铠甲似的。中国的婚嫁节庆也离不开黄金，穿金戴银就是喜庆和富足的象征。不过要是按人均算，中东的沙特和阿联酋才是真正的土豪，人均黄金珠宝消费是中印的好几倍。二、央行购金，国家层面的压舱石，比中东土豪更能吞黄金的是各国央行，这是黄金最特殊的需求，它是国家信用的终极背书。很多人都听说过纽约美联储的地下金库，它在曼哈顿地下24米深处，四周的墙有2到3米厚，唯一的入口是一扇重达82吨的旋转门，这里总共存放着有5800吨黄金，占全球已开采黄金总量的近3%。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里面大部分黄金都不是美国的，而是为全球36个国家代管的，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历史遗产。当时各国可以随时用美元按固定价格兑换黄金，为了省运输费和安保费，大家干脆就把黄金存在美联储，交易的时候只需要在不同国家的储藏室之间挪一挪就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依然保留了黄金储备，截至2026年3月底，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前10的国家是美国 8133.5 吨，占外汇储备 77%， 德国3350.3 吨，意大利2451.8吨，法国2437吨，俄罗斯2329.6吨，中国2313.5吨，连续17个月增持，与俄罗斯仅差16吨，瑞士1040吨，印度876.2吨，日本846吨，荷兰612.5吨。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和欧洲这些老牌发达国家，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例都特别高，基本都在60%以上。而中国和日本虽然黄金储备绝对值很高，但因为外汇储备总量太大，占比反而很低。中国约为9.3%，日本约3.8%。2022年之后，全球央行掀起了一波购金热潮。2022到2024年连续3年，全球央行每年净购金都超过1000吨，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2025年虽然有所回落，降到了863吨，但依然远高于2010到2021年平均每年500吨的水平。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美元信用的下降。当大家发现美元不再那么可靠的时候，黄金就成了最好的替代品。尤其是2022年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之后，各国央行都意识到把外汇储备都放在别人手里是有风险的，只有黄金是真正属于自己的。3、私人投资，最活跃的市场力量。私人投资是黄金需求中波动最大也最活跃的部分，分为实体黄金和虚拟黄金2大类。实体黄金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金条、金币，也是最受普通投资者欢迎的形式。银行卖的标准化金条从几克到几公斤不等，而央行和大机构用的标准金砖一块就是400盎司，约12.4公斤。按2026年4月16日以4817美元每盎司的金价算，一块标准金砖就值约192.7万美元。黄金的价值密度真的高得离谱，1.5亿美元的黄金全部融成金条，能塞进一个大号行李箱。不过你别真的想着拖着它去坐飞机，总重量会达到2吨，差不多就是一辆小米 SU7 的重量，普通人根本搬不动。实体黄金的缺点也很明显，交易成本高。你去银行买金条，买入价会比国际金价高15到30元每克，卖的时候又会比国际金价低10到20元每克，一来一回差价就有3%以上。要是去商场买黄金首饰，差价更是能超过10%，而且还有储存和安保成本，毕竟黄金太容易被偷了。但它的优点也无可替代，拿着踏实。很多人买金条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为了心里有个底，这种心理安全感是任何金融产品都给不了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25年全球私人投资中，超过63%都是实体黄金。看来大家还是更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虚拟黄金就是跟黄金挂钩的金融产品，本质上是交易黄金的所有权，不用真的搬来搬去，所以交易成本低很多。虽然虚拟黄金的净投资量不如实体黄金，但交易量却大得惊人，甚至超过了美国国债。全球虚拟黄金市场主要有3个，
伦敦 OTC 市场占全球交易量的一半，是黄金的批发市场，主要是大机构之间的大额交易。截至2026年3月底，伦敦认证金库里存放着9339吨黄金，比美联储金库还多。黄金期货，全球97%的黄金期货交易集中在纽约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交易成本低，但杠杆高，专业性要求也高。黄金 ETF 交易方式跟股票一样，一手几百块钱，主打省心，最适合普通投资者。2025年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801吨，创了历史新高。现在全球已经形成了伦敦、纽约、上海3大黄金交易中心，24小时不间断交易。4. 工业需求小众但不可或缺，剩下8%左右的黄金需求主要来自工业领域。黄金的导电性和抗腐蚀性是所有金属里最好的，所以手机、电脑、汽车里的高端电子元件都必须用一点黄金。比如你手里的智能手机，里面就有大约 0.03 克黄金。还有牙科和食品装饰也会用到黄金，很多人镶的大金牙就是黄金合金的。还有一些高端餐厅会在蛋糕、咖啡上撒金箔，那个真的是纯金的。不过纯金化学性质稳定，吃进去不会被人体吸收，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除了贵没别的毛病。3. 到底什么在影响金价？黄金跟股票债券不一样，它不会给你分红付息，也没法用市盈率、市净率去估值。说白了，它的价格全靠供需说了算。供给端我们已经说过了，长期非常稳定，可以当成一个常量。需求端里，工业需求占比小而且稳定，也可以忽略。剩下的珠宝需求和投资需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跷跷板效应。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有钱又有信心，愿意买金首饰、金表来消费，但投资黄金的人就少了，钱都去买股票、买房子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不敢消费了，珠宝需求下滑，但避险保值的需求上来了，就会纷纷买黄金。2020年疫情初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全球黄金珠宝需求暴跌了 30%， 但黄金 ETF 的投资量暴涨了 120%， 两者刚好抵消，所以金价虽然涨了，但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但现实中，金价的波动往往非常剧烈，真正决定金价走势的其实是投资需求，而投资者买黄金主要就是为了2个目的：抗通胀和避险。1. 抗通胀和避险。黄金的核心属性，黄金抗通胀的逻辑特别简单，法定货币可以随便印，但黄金的总量是有限的。当央行大量放水导致钱不值钱的时候，黄金的购买力就会相对稳定。这一属性在价格上的表现就是金价跟美元指数大致负相关，美元涨，黄金跌；美元跌，黄金涨。避险则是黄金的另一大招牌，这里的险不只是战争、经济危机这种明确的风险，也包括对未来的模糊担忧。比如你觉得买房有风险，买股票点位太高，存银行利息太低，不知道钱该往哪放的时候，就会想，要不买点黄金吧，至少不会亏到哪里去。这种想法其实就是在避险。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黄金的抗通胀和避险属性只有在超长期的时间尺度上才会生效。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2025年底，金价从35美元每盎司涨到了4290美元每盎司，名义年化收益率也 6.7%， 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也 3.2%。 这个收益虽然跑不赢股票，但确实跑赢了通胀和债券，长期来看实现了保值。但中间的波动真的能把人折磨死。最著名的就是1980年到2000年那波大熊市，金价从850美元每盎司的高点一路跌到了250美元每盎司，20年跌了 70%。 如果你刚好在1980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买了黄金，那你就要被套牢整整一代人。金价的周期就是这么长，涨10年，跌20年，再涨11年，跌4年，再涨4年。所以如果你想靠黄金抗通胀，投资周期至少要拉到15年以上，3-5年内黄金的抗通胀属性几乎完全失灵。同样，黄金跟股票的负相关性也只有在几十年的尺度上才明显，你随便拉出5年来看，两者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
根本没有任何规律。二、两个隐藏需求，金价波动的真正推手。为什么金价的短期波动这么大？因为除了抗通胀和避险，还有两个隐藏需求在中长期左右着金价。大众对黄金的天然喜爱和投机需求。第一个隐藏需求就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欢黄金，这种喜欢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欧美人，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黄金。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黄金投资拥有巨大的潜力。平时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一旦金价开始上涨，这种潜在的喜爱就会被瞬间激发。你会发现身边突然多了很多讨论黄金的人，平时不怎么理财的大爷大妈也开始去银行抢金条了。这种激发态的转换是金价波动的重要来源。第二个隐藏需求就是投机。由于黄金投资门槛低，群众基础好，大量散户参与其中，而散户市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追涨杀跌。很多人买黄金根本不是因为担心通胀或者地缘风险，就是单纯看到金价涨了，觉得能赚钱，就跟风冲进去了。这种行为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金价上涨，更多人买入，金价进一步上涨，更多人买入。这就是为什么金价经常呈现快涨慢跌的走势，涨的时候一飞冲天，跌的时候却磨磨蹭蹭。这两个隐藏需求产生了巨大的价格噪音，淹没了黄金的基本面。数据显示，过去50年黄金的平均年化波动率约为18%到20%，2025年更是达到了26.8%，风险甚至比美股还要高。很多人以为黄金是稳健的投资品，其实大错特错了。4. 这轮金价暴涨到底是为什么？2025年以来，黄金价格一路狂飙，全年创下了53次历史新高，全年涨幅达到44%。2026年4月8日，金价更是创下了4856美元每盎司的历史新高。4月16日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维持在4817美元每盎司左右的历史高位。这轮上涨最反常的地方在于，传统上金价跟美元是负相关的，但这一轮黄金和美元竟然同步上涨了，这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感到困惑，各种解释层出不穷，但都有逻辑漏洞。有人说是因为担心美国经济硬着陆，但如果真的担心经济衰退，美元指数不应该这么强。有人说是因为美联储要降息，但最近市场刚刚把降息预期从6月推迟到了9月。还有人说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风险比现在高多了，当时金价也没有涨这么猛。各国央行的持续购金确实对金价形成了有力支撑，尤其是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7个月增持黄金了。但央行作为大型机构，通常不会追涨杀跌，金价越高，央行反而会越谨慎，所以央行购金只能解释为什么金价能维持在历史高位，无法解释这种爆发式的上涨。其实这轮上涨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众喜爱和投机需求的叠加。当金价突破历史新高后，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所有人都在讨论黄金，普通投资者的黄金热情被彻底激发，形成了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的羊群效应。2025年全球黄金投资需求同比暴涨了84%，其中金条金币需求增长16%，黄金 ETF 需求更是增长了好几倍。这种由情绪驱动的上涨往往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情绪反转，下跌的速度也会非常快。5. 黄金投资到底值不值得？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现在黄金涨这么猛，我到底要不要买？首先我要明确说，黄金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品，也不适合作为你的主要投资标的。它有独特的优势，但缺点也非常明显。黄金投资的优点：终极避险，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战争、恶性通胀、货币崩溃的时候，黄金是极少数能保持购买力的资产，它是你资产组合的最后一道防线。全球硬通货，黄金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快速变现，没有任何门槛。分散风险，黄金跟股票、债券等传统资产的相关性很低，把黄金加入你的投资组合，可以降低整体组合的波动率。黄金投资的缺点：短期波动极大。刚才说了，黄金的年化波动率跟股票差不多，短期可能出现20%以上的下跌，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容易被洗出去，长期收益不高。近50年，黄金的实际年化收益率只有3%左右，远低于股票市场。如果你想靠黄金实现财富自由，基本是不可能的，持有成本高。实体黄金有交易成本、储存成本，虚拟黄金有管理费、手续费，这些成本日积月累，会侵蚀不少收益，不产生现金流。股票有分红，债券有利息，房子有租金，但黄金本身不会生钱，你赚钱只能靠别人以更高的价格从你手里买走。给普通投资者的建议，黄金的正确定位应该是你资产配置中的对冲工具和压舱石，而不是核心资产。我建议普通投资者把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控制在5%到15%之间，最多不要超过20%。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长期财富增值，那还是应该以股票、指数基金等权益类资产为主。如果你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想给资产加一层保险，可以适当配置一点黄金。风险提示：以上内容仅为个人思考与市场观察复盘，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已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4. 这轮金价暴涨到底是为什么？2025年以来，黄金价格一路狂飙，全年创下了53次历史新高，全年涨幅达到44%。2026年4月8日，金价更是创下了4856美元每盎司的历史新高。4月16日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维持在4817美元每盎司左右的历史高位。这轮上涨最反常的地方在于，传统上金价跟美元是负相关的，但这一轮黄金和美元竟然同步上涨了，这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感到困惑，各种解释层出不穷，但都有逻辑漏洞。有人说是因为担心美国经济硬着陆，但如果真的担心经济衰退，美元指数不应该这么强。有人说是因为美联储要降息，但最近市场刚刚把降息预期从6月推迟到了9月。还有人说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风险比现在高多了，当时金价也没有涨这么猛。各国央行的持续购金确实对金价形成了有力支撑，尤其是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7个月增持黄金了。但央行作为大型机构，通常不会追涨杀跌，金价越高，央行反而会越谨慎，所以央行购金只能解释为什么金价能维持在历史高位，无法解释这种爆发式的上涨。其实这轮上涨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众喜爱和投机需求的叠加。当金价突破历史新高后，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所有人都在讨论黄金，普通投资者的黄金热情被彻底激发，形成了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的羊群效应。2025年全球黄金投资需求同比暴涨了84%，其中金条金币需求增长16%，黄金 ETF 需求更是增长了好几倍。这种由情绪驱动的上涨，往往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情绪反转，下跌的速度也会非常快。5. 黄金投资到底值不值得？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现在黄金涨这么猛，我到底要不要买？首先我要明确说，黄金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品，也不适合作为你的主要投资标的。它有独特的优势，但缺点也非常明显。黄金投资的优点：终极避险，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战争、恶性通胀、货币崩溃的时候，黄金是极少数能保持购买力的资产，它是你资产组合的最后一道防线。全球硬通货，黄金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快速变现，没有任何门槛。分散风险，黄金跟股票、债券等传统资产的相关性很低，把黄金加入你的投资组合，可以降低整体组合的波动率。黄金投资的缺点：短期波动极大。刚才说了，黄金的年化波动率跟股票差不多，短期可能出现20%以上的下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容易被洗出去，长期收益不高。近50年，黄金的实际年化收益率只有3%左右，远低于股票市场。如果你想靠黄金实现财富自由，基本是不可能的，持有成本高。实体黄金有交易成本、储存成本，虚拟黄金有管理费、手续费，
这些成本日积月累，会侵蚀不少收益，不产生现金流。股票有分红，债券有利息，房子有租金，但黄金本身不会生钱，你赚钱只能靠别人以更高的价格从你手里买走。给普通投资者的建议，黄金的正确定位应该是你资产配置中的对冲工具和压舱石，而不是核心资产。我建议普通投资者把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控制在5%到15%之间，最多不要超过20%。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长期财富增值，那还是应该以股票、指数基金等权益类资产为主。如果你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想给资产加一层保险，可以适当配置一点黄金。风险提示：以上内容仅为个人思考与市场观察复盘，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